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云南一个叫做古莫村的传统古村落。听这个名字，就是古色古香，一个非常有文化的村落。同时呢，这也算是一个石头城，因为村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用石头建造的。现在去里面走一走，看看神秘的石头城。在南方可以看到房屋顶部基本上是瓦片，而来到云南可以发现房屋上面用那种片石代替了瓦片，这个石头是比较薄不规整的，这个也是云南的一种特色吧，到处都有。还有哪个省有？贵州大山里面那些传统村落也有，这个就跟一个说法有关，在明朝的时候，云南纳入到统辖范围，那么在南京或者周边一带的人就移民到了云贵。因为他们当时军队过来了，有些人就留下来，所以就房屋的建设就有一点这种特色。一般这种传统古村落比较原生态的，在以前都是自给自足。那么这个大家都应该了解吧？就是以前要磨什么东西，就靠这个来转动、压碎。这个不是靠人拉的，就是我们经常说驴或者马拉着这个推动，这个石头是非常巨大的。这个是我们展示的，在村落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东西，等一下能够看得到。一进入到这个村落，给人非常舒适。你看看房屋都在是树林当中，像我们说的世外桃源这些地方就能够体现得出来，全是由石头搭建的房屋，这个非常高啊，有3米左右。那么为什么会搭建石头在这种大山里面？其实相当于是比较潮湿嘛，所以呢就用石头搭建起来。它这个是全部是累积起来的。我们现在说有砖有水泥能够契合，在当时是没有的，全是靠石头这样一步一步堆积起来。在这里看到一个东西，大家以为是娱乐的，其实不是，在古代是叫做对冲，就是我们说的解决吃饭的东西。它是这样的，我们说苞米或稻谷是有壳，那不能直接吃，那就是说要把壳弄掉，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人一踩起来，一下一上一下，就那壳就会弄碎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大家看看，我站上来，这样一锤就会把东西弄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见过没有？这个叫对冲啊，就是相当于把米的壳或者其他东西的壳弄掉，就在这里。那同时那些辣椒弄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挺重的。这里是不是有点像小桥流水人家？画面真的非常舒适啊！往这边走一走，这些应该就是他们的民居，很隐蔽吧，在树林当中。在外面一般是看不到的，这个房屋建设得非常漂亮，很难得见到房屋全部是用石头堆砌而来。这个村子这些古树木也非常多，历史大概是明朝初年这个村落就已经存在，但是正式发展可能比较好的就属于在清朝。这个水流很大，为什么会这里单独有一条水渠往下呢？是因为它这里有很多石磨坊，那个动力呢靠水吹动，就跟我们发电一样。而这里一个挡住的，就是拦截杂物。你看有些树叶，就要把水弄得相对来说比较干净一样。走到这边，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屋顶全部是用这些那个片石当成瓦。很明显，那这些会不会漏雨呢？其实也不会啊，它跟瓦片是一样的，这样一盖下来，这里有点像蘑菇房嘛。整个这个村落很多有这种蘑菇房，那这些大的树木都是当地的村民他们的祖先在这里栽种的。走在这样的村落，确实让人很舒适，感觉像走到了世外桃源。啊，这里有一个磨坊，去看一下。因为我听到声音了，那这些就是那些玉米面呢，可以看一下啊。要么瓦，茄子要么瓦。
啊，看一下现在要啊，这个就是在加工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靠什么推动呢？就是靠水推动。这个现在是弄的是什么？水麻包裹。包谷是吧？包裹。啊，包谷在上面放下去，然后开始磨。它是靠水推动的是吧？厉害呀！每天都在弄吗？每天都在弄吗？这个是苞米，有玉米，还有什么啊？荞麦。豌豆。哦，很多啊。刚刚我们说在外面看到那个水流引过来，就是带动这个。这个很快哦。那个这样100斤的玉米能够弄多少粉呢？7、80斤，那就等于是少了大概30%。哎，我第一次见这种。你们哪里的？我江西人过来玩的。你们这里是吃米饭为主，还是吃玉米为主？玉米也吃。米也吃，多数吃面。多数吃面。这些就是那个玉米粉，从这里出来。我们这样看出来是没有出来，但是它是比较慢的，慢慢的累积起来，因为那个出的也比较慢一点，很神奇呀。我们去看看水磨的原理，在下面能够看得到。它是应该有一个像螺旋桨一样的那个水流冲击起来，带动那个转，这个水流很急呀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水冲击下来，带动那个桨叶吧，应该是这样说。大家见过这种没有？这也算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智慧。我们说靠水发电，它这里呢靠水带动磨盘，然后弄出玉米粉、荞麦粉、苞米等等这些确实是比较神奇啊。我以前看过的那个石磨都是人推，或者是用牛、用骡子这些拉，在陕北很多石磨嘛，这个水磨还是第一次见的。在这个村也可以称之是一个核桃之村，到处都种了这种核桃。大家都说吃核桃有好处，这个地方的村民估计一直都吃核桃。这个村落以前的房屋大部分是在这个河流的旁边，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寄居生活基本是靠近水源，所以一般都在河流的两侧。你看这些房屋有些屋顶已经没有了，因为这些房屋算是比较古老的嘛，以前居住的，现在条件生活好了，都在旁边建设新的房屋。这个相当于就废弃了。往这边走一走，那这些房屋其实当时也是花费了巨大的功夫的。那这里应该是一个加工厂，也是当年的那个石磨，就是磨坊，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里一个。前面这个就跟刚才我们看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现在废弃了，因为年轻人不会再去弄这些东西。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，也是一位老奶奶还在操作这个石磨坊。沿着这条小路下去，一直能看到一些房屋。那这些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人家的房屋在里面，还是说小型的城墙，搞不懂啊。这条河流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流浪河，在当地呢叫做情侣河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那么以前没有什么娱乐，如果说两个人在恋爱，他们就沿着这条河流嘛散步，就是每天村里的那些小情侣就在这边走一走，看看风景。而且呢，这里古色古香，环境非常好，所以当地人就把它称为情侣河。这个水非常清澈水流也挺急。在这里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如果大家在农村待过就知道了。我们以前小时候旁边也是一条这种小河，然后捕鱼怎么办呢？就把这里弄一个那个斗一样的，鱼就会弄到斗里面去。这个在这种山里面是没有哇，这个地方太美好了。前方有一个石屋，假如说你在这些地方隐居，是不是非常不错？在这样的地方养老是不是很好？小桥、小溪、树木，这种环境是非常不错的。只要有水、有电、有网，我在这些地方估计能待几个月。
当然，在这个地方，它是属于一个碾子房，就刚才说的碾东西，还弄了一个桌子，就给大家休息用的。看看能不能进去。我是很喜欢这些地方啊。这个就是碾子，我们刚才看了石磨，那这个呢，有些把一些东西放在里面，用这个大的石头把它碾碎。在这些传统的古村落，以前的村民生活、吃东西，他就要靠这些工具。你像刚才那位奶奶说，他们基本上吃面为主，那面要粉就靠这些东西，还有那个对冲，还有水磨把它弄成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这里以前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房屋都倒塌了，难道是造纸坊吗？你看路标有一个破破烂烂的，已经成了废墟了。这种传统古村落确实非常美呀。我们经常说人间仙境，很古朴又很宁静。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是与世无争，但同时我们说是世外桃源，其实在古代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与世隔绝，它完全是在大山里面，而且是在山谷。我们现在说有马路，交通还方便。那在路上碰到一些当地的村民，他们说在以前都没有路，出去完全是靠行走。这个古墨村离他们的县城大概是100公里，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古朴而宁静的古村落，其实还是有原因的。